智己 AS6大家都熟悉吧？这个尾部啊，辨识度太高了，但这前脸是不是看懵了？路上根本没见过，因为这台车就是全新一代智己 AS6的增程版。因为这是新一代车型，所以整个外观变化呢相当之大。当然呢，最重要的肯定是它这个前脸造型。老款 AS6呢是这种比较圆润的设计，而这新款呢，你看方方正的，整个车头高了不少，而且整个切面也是一个横平竖直的感觉。但我个人感觉是，如果你看这前脸，再看这个车身的一个侧面造型之后，你不觉得老款它显得更加协调吗？而这新款前面方正，后面又圆润，这种组合其实我不太能接受。所以我想问大家，你们觉得新款好看还是老款更好看呢？当然，智己呢还有一款新车 LS9，他们的旗舰 SUV， 这个前脸放在那台车上，我觉得真好看。但后轮转向加空悬有了这么好硬件之后呢，缺点肯定也是有的，就是它整个后备箱空间，它储物空间下面基本上是没有的，因为我觉得它可能这边放了气罐，而且再加上整个车它是一个溜背造型，所以整个后备箱空间呢，其实我觉得稍微会有点小，对于一台5米的车来说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内饰，这个内饰也是完全全新设计的。当然，我看网上评论，大家对于这个内饰可能有点两极分化。比如说这个副驾屏，虽然说它整个显示的效果以及屏幕尺寸变大了，但有人说，对吧？这个副驾屏它太低了，导致你看的时候你需要眼睛往下看，其实有点不太方便。那关于这副驾屏，首先我得承认，这个显示效果真的非常棒。你看，现在外面阳光这么强烈，这个屏幕还是这么清晰。但是这个角度它确实有点低，就我的头需要往下低着去看它才是合理的。但是真正的副驾屏，我觉得好的副驾屏应该是在你一个视线平直的位置，然后你的头呢可以靠在头枕上看。另外呢，比如说开门按键，对吧？开门按键之前是在这个位置的，那现在呢移到了上面。那开门的时候呢，你需要点一下，然后再用手肘或者用你的脚去顶一下。那我的体验就是，智己这次可能做了很多减法，然后增加了不少实用性的功能。你想，之前那个升降屏看着很酷，对不对？跟人家不一样。但你说有多少人日常用呢？真的没有多少。然后它整个中枢屏呢去掉了，然后这次呢变成了这些实体按键，让整个操作我觉得更加的快一点吧。还有就是你看，老款它没有手操箱，但是新款呢给你配了，而且它头顶有个电动的遮阳帘，这一点真的很实用。另外，彩电大沙发有了，冰箱智己也给你安排上了，看。我这可开，而且后面也能开。那这个冰箱呢，支持零下6度到零上50度，冷暖可调。你想这么热的天来瓶冰水，那可太爽了。当然还有一个细节，可能只有老车主才能发现，就是它整个杯架。之前老款车型呢，如果你放2杯这样的咖啡，它其实会碰到，就是它挨得太近了。但是新款你看，完全没有压力。那在后排的配置上，这台车真的相当顶。你看我门板上全了，通风、加热、按摩，甚至还有个电条。而且前面还有自己的一个磁吸套件，你可以吸个东西，然后吸个手机、吸个平板，什么都行。甚至为了匹配它这个电动调节，它 C 柱上还有个小的一个让你垫手肘的地方，让你坐着会更加舒服一点。只不过呢，在体验上，虽然说这个空间你看完全够，你看我甚至可以蹲在这里，但是整个坐垫你发现没有，它可能比较的矮。就是你看我的腿虽然说可以翘long腿，但是这里的空间它是没有办法承托住的。所以如果你腿比较长的话，坐在这里体验久了，这里可能不太舒服。很多人是不是觉得智己的车特别好开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现在全系标配都是后轮转向。那比如说我现在开，对吧？开到一条死路上，前面这边呢我是过不去的，但是这里，对吧？这么大一个车，5米的车，我一把就可以直接转过来，非常的轻松。大家再看我前面这个 S1， 我觉得喜欢开车人肯定特别兴奋。然后我们这辆车呢，除了后轮转向以外，它还有空悬，所以我们来试一下，再点速度。其实这个弯是有点起伏的，但是整个车非常之平稳，就感觉这辆车虽然说它很大，而且它是辆 SUV， 重心也比较高，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灵活。这种感觉可能你在城市里开呢体现不到，但是如果你把这辆车，对吧，开个小长途，开到山里面，再去感受一下，用快点的速度，对吧，去面对前面这种弯，你真会觉得自己的车是真好开。那在加了增程机之后呢，大家肯定关心，那这台车它的静谧性和纯电版到底会有多少区别呢？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增程器给它稍微的启动一下。好，现在已经启动了。其实刚刚启动那一下呢，我稍微能听到一点点那种滋的声音。然后之后呢，跟纯电版其实没有太大区别。你看它现在转速其实已经到了1300、1400左右，它甚至已经到了1700甚至2000转。但是我的体感上、我的听感上来说呢，
就有点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声音的介入，但整体不像燃油车，对吧？整个发动机噪音会比较的有点干扰吧。反正我的感觉就是真的很无感，你不会感觉到这个增程器的启动或者它退出。那关于这台车的像电耗、亏电油耗，我觉得这玩意儿真的没必要测吧，毕竟它纯电续航450公里，你随便开300多公里油吧。然后它呢还能加油，自带移动的超充桩。然后这台车呢，它是800伏平台，充电功率能接近300千瓦，所以我觉得这辆车，你说谈它的续航，谈它能耗，真的没必要，因为完全够用。但是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这台车在亏电情况下，它的动力会不会衰减呢？现在电量已经只有9%了，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它电量开到这么低，来试一下踩脚，完全没有。现在电量只9%，它居然完全没有衰减，而且这台车它是一个单电机后驱的。功率大概是270千瓦吧，0-100我估计可能就是个6到8秒的一个水平。我觉得这个动力真的完全没有担心它亏电会让你动力不足的情况。但如果你买这辆车，买它66电增程版，你真的需要注意这个油呢，真的不要加太满，甚至加一半就够了，因为我怕你1年都用不到1箱油，然后这个油会挥发会过期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辆车的一个辅助驾驶，毕竟呢，这次辅助驾驶也是智己 LS6升级一个亮点，而且它顶配车型会用上索尔芯片以及一个520线的激光雷达。当然，我们这台车呢还是一个 Orin X 加上一个普通激光雷达版本，我们来试一下。领航开始了。那刚刚在整个安吉的市区开了这一段呢，我感觉这个路况呢其实不算复杂吧，就稍微有几个紧急情况。那这台车它的辅助驾驶表现呢，基本上都是能够正常处理的。只不过刚刚比如说前面一辆车停在路边等人的情况下呢，它直接刹停了，就是它自己不走，这种情况可能没法处理。另外呢，当有车辆在侵入的时候呢，它的选择就比较保守。就大概有2次吧，我记得这辆车基本上全是就刹车刹停，然后需要人为去介入了。包括刚刚前面有个无保护的一个左转，对方有来车，那这台车呢也是慢慢的稍微往前靠一点，然后等到没有车的时候，对吧，它再通过，这都是很让人放心的一个选择。当然，我看有些朋友会有疑问，都有增程器了，为什么还有个大电池呢？那是你们真的不了解一些增程车主，有些增程车主他最后悔事就是没买纯电，因为充电永远比加油便宜，所以有些增程车主呢就是每次去充电，但每次充电呢又只能开个100-200公里，开个1-2天就非常的麻烦。但是有了这台车之后呢，你每次充电是不是能开个400-500公里？那增程器的作用只是在如果你要出远门，或者说充电桩不够，你找不到充电桩的情况下，你加点油，这台车还能继续开。所以在未来的1-2年，这种大电池增程可能就是个趋势，而智己 LS6就是第一台车。